拜见王爷福晋。都起来吧。谢王爷福晋。你们之前都与福晋见过的。这是我成婚的时候皇上赐给我的嫁妆，听说是安拿来的贡品，所以便转赠给2位妹妹，以表倾慕之情。多谢福晋恩赏。这往后啊，都是一起伺候王爷的姐妹，不必拘束。2位妹妹的住处都已经安排好了。今儿是你们进府的喜日子，都早些回去歇息吧。妾身告退。王爷，难得看你这么规矩的坐着，还真有些不习惯呢。我也不习惯。要不，我帮你揭开盖头，让你松泛些。好。好看，比我想的更好看。你穿红色也好看。青啊，你终于嫁给我了，好像做梦一样。我也觉得在做梦一样。跟你说个悄悄话。你这样不太好吧？你是我自己选的人，做侧福晋已经是委屈你了。第一夜自然要和你在一起的。她是我的发妻，我会爱敬她，尊重她的。格格，王爷今夜去了侧福晋那里。王爷昨夜虽歇在福晋房里，但并未行周公之礼。真的吗？千真万确。那如此说来，福晋心里也不舒服。格格，如果您能得到福晋的帮手，以后在府里也不怕没个照应了。去把我的皮肤拿来。是。我还不信了，我能一辈子就是格格。说不定明天晚上王爷就来我屋里了。格格多才多艺，王爷一定会喜欢您的。王爷去了侧福晋那儿，怎么会呢？你没看错吧？福晋，奴婢没有看错，王爷的确歇在侧福晋房中。烛火都熄了。你下去吧。是。福晋，昨夜王爷虽然歇在您这儿，却推说身上太累，未行周公之礼。今夜又去了侧福晋那儿，今儿是侧福晋入府。王爷去那儿也是应当的，但无论如何，总归老夫人说的对，您呐得拿出手段来，对侧福晋他们得好生提防才是。王爷越是喜欢他，我就越得拿出嫡福晋的气度。
我得做得更好，比任何人都像一个正妻。王爷无可挑剔，就会觉得只有我才是最适合做嫡父亲的。二叩首，三叩首，进位，一叩首，二叩首。礼制所载，皇上登基应当尊景仁宫为母后皇太后。什么？景仁宫乃皇上的嫡母，理应尊为母后皇太后。熹贵妃是皇上的生母，可封为圣母皇太后。祖宗的规矩历代如此，两宫并立也是应当的。皇上，丧仪一毕，东西六宫都要由皇上的嫔妃入住，那景仁宫仍住着大行皇帝的皇后，实在是不合情理。可皇阿玛曾说过，与景仁宫再不相见。所以说，大行皇帝的丧仪，景仁宫可以不出现，但是先帝毕竟不曾废后，丧仪一了，还是要正名分的。皇上，正嫡庶明尊卑，方可治天下。朕且考虑看看。那臣等先告退。臣妾给皇上请安。你来了。这2日在丧仪上，看皇上唇干气燥，眼睛里也是红红的，所以臣妾给皇上煮了1碗杏仁露，润润肺。过来吧。坐。皇上，朕叫你坐你就坐。哼，哎，好喝。上次啊，咱们2个这么静静的说话，还是在府里呢。如今啊，却时过境迁了。是啊，那时候怎会知道大行皇帝骤然崩逝？皇上现在也是身负千斤重担。这皇阿玛的丧仪啊，还有朝政之事都还好，只是眼下有个难题，朕不知该如何。何事啊？朝臣中有人提议，将你姑母放出景仁宫，
尊封母后皇太后。这么多年了，你也希望你姑母出来吧？臣妾自然是希望姑母可以解了禁足，安享晚年，臣妾也可以尽一份孝心。但是，下令禁足姑母的是先帝，尊封母后皇太后又是国事，臣妾也不便说什么吧。朕也是想着，皇阿玛生前说过，与景仁公死生不复相见，所以朕的心里啊，很是难为。可朕又想，要是放你姑母出来，恢复了尊荣，你的背后也可有个倚仗，也可过得畅一些。皇上为姑母和臣妾思虑，臣妾万分感激。只是皇上也不必过分担心，事情总有解决的法子。如若艰难，皇上也不用太为难自己。朕知道了。皇额娘，今日的膳食是儿臣等各自进献的，请皇额娘尝尝。太后，是否先饮汤？太后，这是清主儿进献的火腿鸡汤。好好的鸡汤，用味儿重的火腿相佐，喧宾夺主。臣妾只是想用鲜味儿令太后开胃，没想到访了太后用膳，是臣妾的过失。两样东西炖一块儿，分了高低主次才好。想要并重，反而坏了味道。臣妾知错。看来这两样东西不能并重。太后，臣妾下回给您炖清鸡汤喝。叫人把这些东西都撤了吧，哀家没有胃口。皇额娘，您近日为先帝哀痛，身子本来就不适了，若饮食再清简，那就更撑不住了。您好歹还是禁一些吧。太后好不容易进些晚膳，却被青音姐姐败了胃口。今日下午还有好几个时辰的哀仪，青音姐姐是想让太后饿着身子熬在那儿吗？臣妾有失，甘愿受罚，还愿太后顾及凤体，多进一些吧。皇额娘，民以食为天，米为食之主，就是因为米是最养人的。先帝在世时最爱喝米粥，你也尝一尝吧。罢了。说来呀，这一饮一食能有多大讲究啊？无非是审时度势，不要自作聪明罢了。儿臣明白。起来吧。臣妾谢太后。皇额娘，真的这般对青音？是。让她受苦了。你送些躺伤药到她阁中，叫她别难过了。这都烫红了，太后的心也太狠了，只是一碗汤而已。
你今儿是怎么伺候主的？是我伺候太后不小心弄伤了自己，不能怪索性。那也是索性没护好主。你去外头思过去。是。阿若，索性是前邸里从了新字辈的大丫头，你说话也得留意一些，别总是颐指气使的。奴婢不过是觉着，索性不是咱们府里陪嫁来的，没有那么亲近。你和索性都是跟着我的，往后在宫里过日子，你们两个若不好好相处，日子怎么过？你这脾气是得改一改。可奴婢就是这么个心直口快的性子，太后今儿有点太欺负人了。不过皇上心里是疼您的，这不急急就让李公公送了烫伤药来。奴婢看呀，等回头进了宫，或是老主子出来了，皇上怎么也得给您封个贵妃、皇贵妃的，到时候太后就不敢这么欺负您了。刚跟你说了，说话要留一些，倒是越说越没分寸了。太后也是你可以胡乱妄议的嘛。若是让旁人听见了，你有10条命都填不完。奴婢也是心疼主嘛。是，奴婢知道错了，以后不敢了。还疼吗？疼。弘历打算什么时候放我出去，尊我为母后皇太后？您一定要做母后皇太后吗？宫规祖制在此啊，先帝不曾废后，我就是名正言顺的母后皇太后，我该住慈宁宫去。住到慈宁宫之后呢，就跟钮祜禄似，再分个输赢。争斗不休，总会伤着自己的。我哪怕遍体鳞伤，我都要跟他斗到底。青莹，你要跟姑母一条心，你要让弘历早点放我出去。皇上倒已经很为难了。你这是信乌拉那拉还是爱新觉罗呀？我是心疼您。你要是心疼我，你就应该知道，姑母此生唯一所望，就是跟先帝生同亲，死同血。先帝已经弃绝您了，亲口说了生死不复相见了。他不见我，我就去见他。他弃绝了我，我绝不会离开他。青莹，我只有成为母后皇太后，才能跟先帝生死相依。这个名分，我一定要争。你起来。我今天跟你说的这些，该怎么办？你明白吗？明白了。皇上，坐吧。这么晚怎么来了？臣妾知道皇上一定还在为姑母的事烦忧。朕也希望这件事情尽快有个决断。只是礼法和孝义，终究难以两全啊。皇上，臣妾想求您一件事儿。你说。能否让姑母去行宫颐养天年？你这么想的？如果您以太后的身份在行宫供养姑母，哪怕暂时不要给她名分，您对那些尊嫡的人也可以有所回应。然而对那些阻挠姑母尊封为母后皇太后的人，他们看姑母离开了紫禁城，又未被尊封，想来他们也不会说什么了。